前隋炀帝时，洪水肆虐，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3倍，深度更是莫测。尤其是那河心窝，附近村里的渔船或偷偷做摆渡生意的私家船，多葬身其中。想死就去找民船。请问河心窝是怎么回事？漩涡就在河心，有人说是水汽风高所致，也有人说是因为下头有凶手作祟。不管是水急风大还是凶兽作祟，我问你，官船为何就更安全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说的凶兽，可有人见过？我没见过，全当我胡说。诸位要是不信，就往前去寻民船渡河吧。若在此等官船，需要卖掉马匹、牲口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何？官船渡人不渡马，其他牲口更不行。还更不行。哎，我这驴跑得也不比马慢呐，而且还是深县县尉所赠，他怎么就被你低看一眼呢？渡人，凶手不一定来扰。若船上有马匹、牲口，那可就跑不了了。凶兽爱吃牲口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凶兽袭击渡船的事儿是发生过的喽？附近的渔民船家，谁家没有衣冠冢？哪月不沉几条船？对了，上个月就有个巡边的监察御史着急，不登官船，结果害得船家和他一起被凶兽吃了。行吧，行吧，等会儿就等会儿。哎，那儿正好有卖酒的，嘿嘿。买酒之前先去卖马，不然官船到了可不等。马匹不能渡河，这是老规矩吗？老规矩啊，少说也有20年呐。怎么，不舍得卖啊？我给的价可不低啊。哎，那我们渡了河，到了对岸，那马容易买到吗？容易，这码头上都有卖的，不耽误赶路。哦，掌柜的啊，掌柜的，这有头驴，大概能出好几十斤好肉呢。好啊。啊！你们买我的驴就为杀了吃肉啊？哎，那既然卖了，怎么处置你管得着吗？那不然你自己骑着，100里之外有渡口摆渡牲口。走。快快快，来几坛好酒！干什么呀？你嚷嚷什么呀？酒没有，多拖3文钱一碗，加汤1文。哎，没酒你挂什么酒幌子呀？不拖你要不要？不要熄火了啊！伙计，你的酒馆里为何没有酒？就是卖没了。掌柜的上货去了，明天才能回来。你看，老飞，让你的酒虫忍一忍，先填饱肚子吧。5碗薄托。5碗薄托。先前的大河没有现在这么宽啊。这些陡峭的怪石，如今应是都沉入河底了。若是如此，这千重渡还真非同寻常。
我怎么看着那个人身形那么熟悉呢？老费，你去看看。哎，嘿，真是你啊，玉帝！就算我们问路卖马耽误了些时候，你也不能在我们前面呐。20多里路呢，就凭2条腿，莫非你真是日行800里？我只是侥幸走了近道而已。啊，哈哈哈哈！各位也要渡河？是啊，他在那儿呢。哦，石头饼都给您烤好了，您看够不够？够了，帮我装好。哎，多谢。哎，这玩意儿好吃吗？给您一张尝尝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那就多谢了。尝尝。这饼还挺好吃。好吃。店家，拿酒来。没有。吾乃监察御史，买你的酒喝，你怎敢说没有？没有就是没有。薄托3文钱一碗，加汤1文钱。你要是不买的话，我就熄火了。那就来碗薄托，快上！监察御史，别又是个假的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是吓唬谁呢？我是看你这鼻青脸肿，也没带着随从，他就不像一个监察御史吗？前方路过一个雪窝子，雪厚路滑，随从不慎跌入谷底，摔死了。我也受了伤，如此而已。莫非你也去了那魔家店？正是，那荒野逆旅，很是可疑。本官急着赶路，无暇细查。伙计，给些水喝。伙计，给我也来碗水。这什么水？又苦又涩。大河之水就是这个味道。你要是不爱喝的话，可以不喝。岂有此理！你发脾气也没有用啊，我们这儿就只有这种水。不过，薄托汤的味道倒是好一些，所以加汤才要收钱呢。你，这么难喝的水，你居然……我觉得尚可呀。回来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有酒你不卖，这是一坛陈年老酒。陈年老酒，是掌柜自己留着用的，不让卖。那不让卖你还偷喝？你给我！不给。费叔，你先回去坐。你先回去坐。
阿兄，你喊我什么？阿兄啊！从刚才一进门，我就觉得你长得好像我家阿兄。你说真的？哎呀，樱桃，真有你的！伙计，把这收拾了啊！好嘞。哎，伙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本店就剩这么一坛老酒，已经被这几位客爷买走了。您要是想喝的话，除非他们请您喝。你不是说没酒了吗？怎么又要打人呢？哈哈，好酒啊！诸位，我手中这马鞭，请诸位过目。若是觉得还算得上是宝物的话，就允我一杯酒，可否？马鞭能算什么宝物？哎，那要看是谁的马鞭。我的祖上曾在淝水之战中，率8万北府兵，一举歼灭了苻坚的90万大军。这马鞭当年为苻坚所持，终为我祖上所缴获。苻坚的马鞭，可算宝物。御史是谢玄将军的后人。没错，我乃陈俊谢念祖，受朝廷之命，西域巡边，途经于此。哦，哎，你的马鞭我能看看吗？东海永固，苻坚自永固，袭封东海王。这刻的字儿倒是对上了。嗨，字对上就能说明它是六朝之物啊！不信？你凡夫俗子，不宜前手！你3番2次挑衅，你是何用意？六朝名士之风，将作旷达之期。我不与你计较，我只与尔等同桌饮酒，不计较，不计较，不计较。哎，你得了吧你！我是知道住在乌衣巷的王谢世家，但那是六朝的事。现在这旧时高门，谁还认得？没错，按今之流俗，世人所推，没有我乌衣子弟。但那崔卢、李正4姓多平庸之辈，靠门阀入仕、无军功而晋升，却言养自高，不与他姓通婚。虽偶有通婚，也是多所嫁财。这些人岂能入我魏晋旧门的眼中？这事儿你能忍？御史是吧？这碗酒啊，经御史祖上谢玄谢车骑，在淝水一战成名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否则我等皆沦为异族奴隶。敬我祖上，多谢。御史刚才所说的一番话，并不是全无道理，但是4姓中也有国家栋梁，见危受命者。御史一概而论，恐怕不妥吧？没错，我们这儿就有一位。兄台莫非在这4姓之中？哼！我看你眼熟，我们定是在长安见过。你确实记错了。我的这碗酒，敬谢安谢太傅，既建立了不朽的功业，又保持了名士的风度。人生完美如此，华夏有史以来唯此一人矣。要敬，要敬。
碗酒，我敬陈俊谢氏，敬那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。遥想夫人当年神情散朗，雅致飘逸，真的有竹林之风。那是。就请御史替夫人满饮此杯。御史以祖辈为光荣，说明骨子里有极强的荣誉感。此番前往西域，一路辛劳，随从不幸丢了性命，御史却能马不停蹄。我相信到了西域，定会忘却疲惫，兢兢业业，细致考察当地的官员和将领，彰显我大唐御史慧眼如炬的神威。想不到在这千重渡，我谢某竟遇知己，多谢。好酒，沁人心脾的，非这陈酿的甘美，而是小姐的祝愿。伙计，人在呢。这些吃喝，都由我来请。这不合适吧？兄台这是看不起我。嗨，不过是几碗薄托，一坛子酒而已，不值几个钱。那个王谢世家，他虽已衰落，但是风骨犹存，很有气魄嘛。这真的不需要。伙计，结账。官船虽已返回，可太晚了，不如明日再走吧。那怎么行？重任在身，耽搁不得。哎呀，何心窝凶险，万一谢某入世之日，即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你这老金族何须废话呀？哎呀，那行吧，执意夜间渡河，出了事可不能怪我。请吧。这是干什么？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，留作抵当。您只要写下姓名、官职、营生即可。真是麻烦。抬上来，抬上来！抬上来，抬上来！放入底舱。诸位，在下吴平，专管这条官家渡船。夜间风大，还请诸位进舱内休息。船上备好了干净的水，与码头上那些苦涩之水截然不同。啊，有水喝啊！真有飞客！哎，你上去做什么？不怕颠簸把你甩到河里？不怕，我喜风凉。再说我东西多，也怕妨碍各位贵客。巧了，我也喜风凉。哎，真是一艘好船，居然跟书中描述的有几分相像。书？哪卷书啊？啊，今夜月明星稀，天气也好，你看，月亮多亮。我上次去，已是500年前。你去过哪儿？月亮？那是前尘往事。好，你跟我说说，
那月亮上到底有什么？哎，别告诉我是吴刚在砍树啊！月亮是由7宝合成，有的地方极明亮，那是日头照到它的突出部所致。只是月亮也需修整，每年至少8万人才能干活。说疯话呢吧？老先生全当我说疯话就好。得，我还是下去吧。我跟你在一块儿，我瘆得慌。开船喽！哎，确实甘甜，虽不如酒，但是比渡口那个水可好喝多了。哎，诸位，谢某性子急，待会儿下船就直接买马，然后连夜向西，就此跟诸位先行告别了。小姐一句慧眼如炬的神威，谢某身为监察御史，定牢记于心。谢御史客气了。可惜没有酒啊，举酒道别，才有那个劲儿嘛。以水代酒又何妨？能相逢在这大河之上，也是缘分。来，我们共饮此杯。说得好，喝。还有我，嘿嘿，来。河心窝快到了，诸位坐稳扶好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河心窝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吃水。这水应无事，我用永安丹试过了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怎么也……酒，细菌没喝酒，应该是酒的问题。酒。少禁令。那个穷酸没喝酒，把他枉了。枉我？把那个监察御史抬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心，先不会宰你的。我喜欢这个，美人儿，我娶你吧，一辈子我都做你的阿兄。别着急啊，你就老老实实的睡会儿吧。这个没喝酒的，待会儿就归你们了。谢谢少监令。看这肥瘦，最多出30-50斤好肉，还不够我的鱼塞牙缝的呢。住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啊！尔等假借官船之名，做此等谋财害命之事，谋财？
少令爷，我可看不上钱，今天非得宰了你们，不能怪我，只能怪他。谁叫他是监察御史呢？可你为何没被我的迷药迷倒呢？谢绝，来，邢九柱，先救陆凌风。罗某乃新任云顶县尉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？看来今天只能先宰他喂鱼了。他比较壮实，能多出几斤好肉。杀！还不降？降！本少金令就没有学过这个字儿。前方就是核心窝，你们就等着死吧！走！陆县尉，快把我放出来！老弟，这是在哪儿啊？大河之上。怎么回事？谢某何故如此衣冠不整？这还是我帮你穿上的。关平尚在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就睡着了呢？还睡着了？你是让人迷翻了！大家小心！核心窝！陈郡谢念祖，监察御史，西域巡边。玉帝重返天庭。这怎么还有一个？儿子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比天庭可凶险多了！你这说什么呢？这是，船夫都跑了，这样下去，我们恐要葬身大河了。
击上！有两下子！我打过鱼，诸位若信我，随我统治底层，奋力划江，定可脱险。好。都回来了。是，一个都不少。那怕什么？那几个人不被甩到核心窝里，也得喂鱼。爹，他们有些本事，我的迷药竟然没有迷倒他们。天下之大，有点本事的人不少，不过总都得死。待风平浪静，大河之上寻船去便是。对了，那船上有个疯子，还自称玉帝。英雄，你重伤未愈，要不先歇歇吧？伤口有点疼。哎，领导，你的伤也才好，不行就歇会儿吧。皮糙肉厚，本就无事。苏无名，你别逞强了，快去歇着。这船好像稳了，咱们是不是已经驶离核心窝了？现在方向正好，漫长的旅行已经开始。漫长的旅行，既然已经驶离了核心窝，那到达对岸1个时辰还不够吧？你还愣在这干嘛呀？赶快上去，调整帆的方向，速速靠岸，我还要赶路呢。急什么呀？你我既然先前并不相识，如今同船共度，这景象，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熟悉？你不觉得自己怪？发此问者，无知。我叫玉帝，郁闷的郁，阿帝的帝，叫此名字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。前尘时，我就是玉帝，天庭之主。完了，疯了，疯了！刚上船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去过月亮。那年，天庭走失了白雀，它是只神鸟。且是祥瑞，得知可成大事，我下令彻查，才知白雀已经下凡，被渔阳俗子张坚所得。我便乘龙车降临人间，欲捉回白雀。不料那张坚诡计多端，假意热情款待，和白雀一起将我灌醉。到了我的龙车，直飞上天庭，假冒我的身份更换了百官，从此他张坚成了新玉帝，而我只能流落人间。这玉帝啊，你这待我等脱困的，他不会是个疯子吧？我说玉帝啊，
照你这么说，那白雀很让人怀疑呀。你也这么看？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，有2处漏洞。一呢，你失去龙车就没办法回天庭，这说明你这个玉帝本领不太大呀。2，那张坚登天以后，顺利的就更换了百官，那说明百官似乎没见过你玉帝的真容啊。嘿嘿，没错，这2个漏洞你怎么解释啊？那都是前尘往事，我哪还记得那么清楚？哎呀，莫要再胡言乱语了，赶快想个法子，尽快驱船到达对岸吧，好吗？你这个急脾气的监察御史，也该倒了吧？还有你们，这艘大船终于是我的了！我的乘此大船，顺流而下，直入大海，扬帆远航，遍至天河。天河与海通，近时有人居海主者，年年8月有浮茶，去来不失期。人有其志，立飞阁于茶上，多积粮，乘茶而去。这是6朝张华《博物志》中的记载，看来玉帝对这本书也是烂熟于心啊！你若不是装作被你的迷香迷翻，还不知道你竟妄想夺取大船，妄图驶向天河，你这个疯子！可是，我所用之迷香乃是老恩师所烧，很灵验的呀。你那个老恩师，也是个在山里修行的疯子吧？跟我这个老神医比，他能比吗？我大过于，诸位若信我，随我统治第1场奋力滑翔，定可脱险。好，御史起来。此人多少有些怪，不得不防啊！还请御史协助苏无名一探究竟。你是苏无名啊？他是陆流光啊！难怪我一见面就觉得2位眼熟。我在参天楼的时候啊，见过2位，那会儿我站得远。行了，别寒暄了。行，我全听2位的。冷飞，明白。不就是迷魂散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老费在长安鬼市混了几10年，我要没点破解迷药的办法，我还能活到今天吗？啊！你带我们划出核心窝，逃过一劫，我本对你心存感激。可你却走火入魔。你还真觉得能驾船入海，直入天河吗？此我所愿也。可惜重返天庭之时，被尔等所误，
博物志中确实记载大海与天河相连，可那不过是志怪之书，所记不过是神话传说罢了。怎么，你居然当真了？当然是真的。你有没有践行过？如何知道是假的？那我问你，为何要在这千重渡上船呢？千重渡啊？那是隋朝时才改的名。此渡口本名仙人渡，书上说欲出海直达天河，必须从这里上船。哎呀，那这么说，你读过的书比我还杂呀？只是，你如何知道我要夺船？你那放血之法，一看就是邪术。不过那石头饼确实是好东西，可百日不腐。可这一路上既有官家驿馆，又有私人逆旅，你一个旅人需要买那么多石头饼吗？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确实有点本领。我们相遇的地方到渡口，少说也得20余里吧。我们骑马，你跑着，你居然先到了，还提前订购了石头饼，又吃完了一碗薄托，你是跑得真快啊！让你最终露馅儿的，其实是上船之时。真有飞阁？立飞阁于茶上，多积粮。这船上刚好建有阁楼，你是觉得天意助你夺船出海？我是不信这个传说，但驾着船能直上云霄，故事倒着实奇诡美丽。是啊，太美了。可惜被你们救了。我本不想杀人，但我不会让重回天庭成为泡影。当玉帝的凡人，只能去死了。无法乱，斧头岸，马鸣萧萧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暗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。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。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。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